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新剧《临江仙》开播2天热度登顶，刚在爱奇艺上线的《临江仙》可谓大尺度全开，高能剧情简直让观众雷到不行。结婚又离婚重生又失忆后爱上二婚男被当作替身来爱，一上来便是敏感话题轮番轰炸，惊得人下巴都快掉了。上线2天，热度便直线飙升，甚至一度超过肖战新剧《藏海传》登上榜1。不愧是于正拼尽全力宣传，甚至自称这部剧倾注了毕生所学。他头发凌乱地拿着话筒呼喊，这部剧一定会爆。不仅于正自己激情满满，不少观众也随之期待值拉满。可谁能想到看了3集，简直让人眼前一黑。本以为于正执笔、左小青、陈德容等实力派演员助阵能为剧集加分，却偏偏被傻白甜的白鹿拖垮了。没错，白鹿自演完北上称要转型，却一部《临江仙》被打回原形。撅嘴装无辜，故作柔弱的白莲花演技仍在原地打转，仍是老一套3板斧，毫无新意，网友骂声一片。晦气，都2025年了，还被这种质感的小学生古偶辣眼睛，质感太烂，像低成本短剧，女主也太拉胯了，甚至演员黄奕被气到发文反击，怎么难看了？于正也紧跟热度回应，就是眼红我们，被眼红的人盯上了。这部开播即热度第1的古装剧《临江仙》为何遭群嘲？被调侃弥补古装剧7分库遗憾的白鹿，这次怎么又赌错了？高燃剧情，全是尿点。除了悬疑剧能调动观众胃口，古装剧也是不少观众的心头好。像前段时间热播的《折腰》，宋走妆造精致，双眼含泪望向救场男主的模样，任谁看了都会心生怜惜。果不其然，鲜少在内娱露脸的宋走，凭一部古装剧瞬间翻红。但看到白鹿的新剧《临江仙》，感觉他纯被做局了假山假景的特效，让人两眼一黑，哪有折腰的质感再现？甚至开局就迎来暴击。重生的女主李清月白鹿时，脑海突然浮现上辈子的情景，病急乱投医的她竟对着易仙童询问感情问题。这满脸单纯、眼神清澈又愚蠢的模样，明明不是仙侠剧，却透着股无脑狗血感。更耐人寻味的是，女主明明已梦到自己被人掐脖子，却仍一个劲儿追问。遇到这种情形，第一反应不该是快跑吗？怎么还厚着脸皮找人疏解？而且白鹿饰演的李清月依旧是傻白甜做派，演技甚至不如剧中小孩哥的一个白眼到位。别看仙童年纪小，一个眼神就把成熟内心展现得淋漓尽致。更颠的是，上辈子的李清月明面上没少被男主白九思曾瞬息式嫌弃，即便对方已贴脸开大，李清月仍唯唯诺诺不敢反抗。白鹿属实困在傻白甜人设里出不来了，全程一个表情，完全让人感受不到情绪波动。甚至剧中女儿何瑞贤的演技都更胜一筹，同样对男主心生爱意。看何瑞贤见到情敌时的表现，虽极力掩饰内心震惊，但微皱的眉头与惶恐的眼神，仍让人感受到她的气愤。白鹿倒好，情敌上门言语挑衅后，她除了瞪眼就是撅嘴，这哪是古装女主该有的架势，更不像是正主应有的风范。情敌见状固然气愤不已，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却仍端着大家闺秀的架势，哪像白鹿，妥妥一副小家子气模样。虽说白鹿演技着实有些一言难尽，但于正这部剧也算贴合当下年轻人喜好。主打爽文风格别的女主吃醋时扭捏躲藏偷偷哭，临江仙女主却直接跑到男主跟前一探虚实，摇头晃脑，五官都透着别扭，阴阳怪气的跟男主直言，简直把吃醋俩字写在了脸上。男主回答更是干脆，
一点不给两人留隔阂的机会。冷漠的神情配上直截了当的回应，古装剧男主眼看又要演回霸总套路了。女主见状一顿脑补，对着男主就开始耍宝。不过这一番解释倒是抚平了女主内心的小猜忌，看得人叫一个通体舒畅。结语：白鹿新剧热度居高不下，可见观众对这类爽剧仍是青睐有加。但演员演技提升方面，他着实有些原地踏步，毕竟就连爆款剧男主柯纯都开始向主流剧靠拢了。2. 白鹿新剧《临江仙》有坑，于正这次玩啥花样？你敢信？一部打着中式仙侠离婚夫妇旗号的剧，居然没有在豆瓣上掉到5分以下。这事儿放2年前，谁信啊？那时候只要是沾了仙侠俩字的剧，不是特效5毛就是剧情狗血，观众早就审美疲劳了。可偏偏这部《临江仙》愣是靠白鹿和曾舜晞这对 CP 撑起了半边天，连带着背后的编剧赵娜、任亚楠也跟着火了一把。我记得那会儿还在横店混日子，剧组里有个老场务跟我说，选对人，戏就成了3分。这话搁现在照样适用。你说白鹿把这几年拍的剧虽说风评2极分化，但人家实打实扛收视率的能力摆在那儿。至于曾舜晞，虽然年轻点儿，但胜在演技稳当，跟白鹿搭戏也不怯场。两人合作过《墨雨云间》，这次再联手《临江仙》，说是宿命之劫倒不如说是一次精准的人设反差营销。不过这部剧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地方，其实是他那套局中局的叙事手法。据传白鹿一人分饰2角李清月、荷花如月，前者是凡间弟子，后者则是四灵仙尊。光听名字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可做。有网友扒出剧本大纲，发现这2个角色之间还存在某种微妙的因果关系，甚至可能牵扯到前世今生的设定。要我说啊，这种套路虽然不算新鲜，但如果操作得当，绝对能吊足观众胃口。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下总制作人于正。句号，这位爷在圈子里也算是个传奇人物了，一手捧红了不少明星，但也因为某些争议性操作被不少人诟病。句号，有人质疑他过于依赖流量明星，忽略了剧本本身的打磨，也有人说他擅长制造话题，让作品始终保持热度。句号，但不管怎么说，临江仙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离不开他的推波助澜。句号，当然啦，光靠噱头肯定是不够的。真正决定一部剧成败的关键，还得看内容本身。从目前放出的信息，临江仙的故事主线并不复杂，普通的静云门弟子李清月因缘际会被大成玄尊白九思选为道侣，2人相爱相杀，最终解开误会，共度劫难。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这就是典型的仙侠虐恋套路。但是呢，编剧们巧妙地加入了夫妻、丧子等元素，使得整个故事更加丰满立体。有意思的是，在最新曝光的一组剧照里，白鹿饰演的李清月脸颊滑落血泪，眼神充满破碎感。句号，这张照片一经发布，便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不少粉丝表示心疼不已。句号，有人猜测这可能是剧情高潮部分的片段，暗示着主角即将面临重大抉择，也有人认为这只是视觉效果的一部分，并无深意。句号，但不管怎样，这样的画面确实成功吸引了大众注意力，为后续宣传造足了势。句号，再来看看演员表现方面，白鹿这次挑战了2个截然不同的角色，温柔坚韧的花如月与神秘莫测的李清月。据说他在拍摄期间，为了更好地诠释角色，特意研究了许多相关资料，甚至连妆容都亲自参与设计。正如他在采访中提到的那样，妆容是角色第一语言，它能够传递很多信息。这份敬业态度值得点赞。至于曾舜晞饰演的大成玄尊白九思，则是一个极具层次感的人物形象。
句号。表面上看他是高高在上的神奇，实际上内心却充满了矛盾与挣扎。句号。如何平衡权力与爱情、责任与情感之间的冲突，成为了贯穿全剧的重要命题之一。当然了，作为一部主打极致虐恋的作品，《临江仙》自然少不了各种揪心桥段。比如四灵仙尊花如月与大成玄尊白酒司之间那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就足以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他们曾经同源共生，却因误会反目成仇，经历了决裂、丧子乃至被虐杀之后，两人仍在爱恨交织中苦苦挣扎，各中滋味冷暖自知。说到这里，或许你会问，这样一部看似普通却又暗藏玄机的作品，到底值不值得一看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临江仙》拥有强大阵容加持，其次其独特叙事结构也为整部剧增添了更多看点。最重要的是，他敢于尝试新题材、新形式，这种勇于突破的精神本身就值得鼓励。总而言之，《临江仙》能否成为爆款还有待时间检验。但从目前各方反馈，至少可以确定一点，白鹿并没有被于正坑，反而借着这部剧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至于那些隐藏在剧情深处的秘密吗？咱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编剧们究竟准备了多少惊喜等着我们去发现吧。大家看完白鹿的新剧有何感受？觉得他在这部剧中的演技如何？